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逍遙開播5集，趙麗穎客串3分鐘引熱議，觀眾點評一針見血。12月27日這天有2部劇開播，人之初播了，有人議論張若昀在裡面的樣子，接着逍遙也出來了。趙麗穎就在裡面露了個臉，大概3分鐘吧。這事也鬧出不少動靜，熱搜榜上掛了好幾個相關話題。有個古裝奇幻劇叫《逍遙》，這劇在 CCTV8 播，優酷和愛奇藝也一塊放。導演是徐紀周和楊宇飛，譚松韻和侯明昊是主演，汪鐸他們也演了。趙麗穎來客串了一下。劇在平台上的熱度過了6500，人族皇帝晚上做了個夢，夢裡有個睡夢仙君和他說話，仙君告訴皇帝，眼前的東西都是假的，要找那個玉里神泉的先有昆崙鏡。仙君還說的小心萬妖谷的紅葉，紅葉是妖族的王，人族怕他，妖怪們敬他。100年前他成親的時候被人算計了，一個陣法困住他，一個叫寧安的人用箭射穿他的心，他的真身被封住了，跑不掉，只剩1點魂靈附在外袍上。後來有只貓妖發現了袍子，把他帶進山谷裡養着。人和妖都想要玉里神泉，想了有幾百年了，兩邊打來打去沒個消停，都覺得自己理有足。有個姑娘叫逍遙，他這人挺隨性，腦子轉得也快。他不小心闖進了萬妖谷，這一進去，裡頭可就熱鬧了。他把妖界弄得亂糟糟的。紅葉這時候出來了，他的看着萬妖谷。他活得太久了，什麼事都見過。他覺得那口泉眼不是什麼好東西，照出來的全是人的貪心。他和逍遙處了些日子，發現這姑娘不一樣。他心裡沒那些彎彎繞繞的念頭，他倆後來就一起走，路上老碰上些古怪的麻煩事，有些案子纏着他們，甩也甩不掉，還遇着些對手，藏頭露尾的，很不好對付。皇帝醒了，他剛才做了個夢，醒來之後覺得飛羽衛現在管事的那個頭領不行，皇帝就把他殺了。然後讓秉燭接了這個位置，演秉燭的人是汪鐸。皇帝給秉燭下了命令，要他使勁去抓有妖，紅葉那種更要緊。逍遙打小就被人說血有問題，他們講那是妖血，有人往他身上潑東西，黑乎乎的，說是能驅邪，他只好跟着爹到處跑。爹想了個辦法，專門嚇唬那些怕妖的人。他們裝神弄鬼，這樣就能弄到點錢，好歹能活命。這回他們碰上個糊塗官，那官非咬定逍遙就是妖。就在這當口，一個叫秉燭的人出現了，逍遙沒了法子，只好把血的事情講了出來。他講自己血裡藏着東西，和別人不一樣。這話讓飛羽衛的人聽了去，飛羽衛的人覺得他有用，他們拿他當個引子，想調出別的東西來。事情就這麼趕巧了，逍遙的血不知怎的碰到了一塊石頭，那石頭裡封着個叫紅葉的，血一沾上，封住的東西就出來了。石頭到了逍遙手裡，裡面空蕩蕩的，只剩下一點說不清的動靜。紅葉的手下一直追，追到山崖邊上沒路了，光忽然從天上地下冒出來，到處都是亮的。睡夢仙君站在那兒，手抬了一下，那條大蛇自己就退走了。周圍的人全跪下了，頭低着，好像自己願意這麼做。逍遙手裡抓着塊石頭，正要遞過去，旁邊那只貓妖開口了。貓妖說：“小心點，這是墮仙的招數，他在迷惑你們的心神。”光從那裡頭透出來，被關了很久的紅葉就這麼出來了。他是妖裡頭最厲害的那個，逍遙的血把他弄醒了。
歲夢仙君一看這架勢，知道自己弄不過，轉身就走了。走之前，他撂下一句，說你遲早的來找我。紅葉站在那兒，周圍的光還沒散乾淨。紅葉盯着逍遙的臉看，這張臉和寧安完全一樣。他之前試過幾次，沒找到該有的記號，可他也確實不是普通人，帶着妖的氣息，真要歸類的話，算是混血。他站在那兒沒動，腦子裡過了一遍又一遍，臉是對得上的，別的對不上。記號的事情很關鍵，沒有就是沒有。但那股子味道藏不住，是妖的底子，摻了點別的。屋裡光線有點暗，紅葉往前挪了半步，他想再確認點什麼，又覺得沒必要了。事情擺在這兒，臉一樣，人不是同一個。紅葉帶着逍遙往萬妖谷走，那地方現在是妖族最後的地盤了，別的地方都沒了。谷裡住着好些東西，外頭早就建布着了。谷裡的生靈心腸大多不壞，逍遙的血有點特別，他的血能把萬妖之王給弄醒。逍遙在那兒認識了不少人，他慢慢懂了，人和妖其實沒太大差別，都是天地間生出來的東西，有了靈性就成了這樣。他琢磨着要回人間去，紅葉跟他說，你回不去了，你身上那股妖氣洗不掉了，你得先學會修煉，有了保護自己的本事，才能讓你走。逍遙這人愛鬧騰，他哄着幾個小妖怪拿東西出來，狼毫筆什麼的，還有些藥材，東西收了一袋子。他看見個小孩模樣的神仙，他以為那是人身變的，其實那是管人姻緣的。他上去就給人家繫了紅線，這下繫錯了，想解開這根線得辦3件事。最後一件事是2個人一塊練功，得練一模一樣的法術才行。逍遙和別的那些小妖一塊兒的去人住的地方弄幾個枕頭回來，這算是個測驗吧。他們不知道這事兒背後有別的打算。有個叫黑無的，跟萬妖王不是一條心，他安排了這些。逍遙自己沒察覺，身上沾了東西，那種東西夜裡會發亮。一個叫秉燭的人就跟着這點亮光找過來了，他一直跟到了萬妖谷裡頭。谷裡早就布好了陣，秉燭用上了這個陣，好多妖都碰上了，結果就是打了起來，傷了不少。日子本來挺平靜的，後來全亂了，妖族那邊倒下去不少，死了傷了很多人。紅葉和那個叫秉燭的對上了，2人動起手來。秉燭手裡有把刀，他就靠着這把刀跟紅葉你來我往，誰也沒占到便宜。打到最後是逍遙過去把秉燭給攔下了，秉燭沒再繼續，他帶着自己那幫人走了。黑無說逍遙是間諜，他想證明自己沒說錯，就讓逍遙去拿秉燭的刀。逍遙沒一個人去，他叫上大力，還帶了些別的幫手。他們到了平江府，在那兒就是玩，到處逛，吃東西。逍遙用了點辦法弄到錢，他花錢想買那把刀，秉燭自己來找他了。他提到以前的事，說完刀就給了逍遙。事情出在少女身上，一個接一個不見了，人和妖的關係又緊張起來。逍遙聞到些味道，他跟着味道走，走到湖邊，水底下有東西，那些不見了的姑娘都在下面，被一股說不清的力量困住了。逍遙想下去看看，結果自己也動不了，那股力量纏着他，他掙不開，身上有塊玉佩忽然熱了，那是紅葉留下的東西。他感覺到逍遙有危險，自己就把紅葉叫來了。紅葉一到，水底下的姑娘就散了，那股困人的力量也沒了。紅葉靠過來，給逍遙渡了口氣，逍遙這才緩過來。秉燭跑過去，從水裡把逍遙拉了上來。逍遙告訴他，底下沉着6個姑娘，
那些姑娘的樣子沒變，但血都沒了，像是被什麼東西吸乾的。有人還在她們身上動了手腳，弄了些嚇人的東西。人和妖之間本來就不對付，這下更麻煩了，兩邊都憋着火，眼看就要鬧起來。逍遙大概的把這事查清楚才行，不找出是誰幹的，這疙瘩解不開。玉里神拳還沒開始找，麻煩事就一件接一件來了。故事裡有個叫歲夢仙君的角色，是趙麗穎演的，她總共就出現了3分鐘。歲夢仙君剛露面的時候，穿一身白衣服，動作輕飄飄的，帶着一股仙氣，那樣子讓人感覺他像是個好人。他垂着眼睛往下看，那種感覺就像神仙看底下的一切。臉上沒化什麼妝，眼神很淡，離什麼都遠，不是神仙，也不是妖怪，更不像人，就是隔着一層反派的感覺往外冒，把夢都攪亂了。這人好像只剩下一個念頭，別的都沒有了，心思不在眼前，看東西是往下瞥的，不是故意擺樣子，就是自然那樣。你靠近不了，中間像隔着東西，夢裡頭本來有別的，現在全亂了，被他帶出來的那股勁兒衝的，說不清是什麼勁兒，就是覺得不對頭，不是平常人該有的。他在那裡站着，周圍就變了。小妖當時說了句話，他說那是個墮仙，這個角色以後還會出來，他的前世今生都會交代，他跟紅葉之間的事也要講明白。導演徐紀周頭一回拍仙俠題材，趙麗穎過來客串，主要是給他幫忙。他那個角色挺有仙氣的，上個熱搜也正常。為了能來，趙麗穎調了好幾次自己的時間。劇集放了5集，大家開始議論了。觀眾說話很直接，他們覺得女主角自己配的聲音不太對，那個聲音和人物搭不上，情緒一上來，聲音就有點撐不住。有人注意到這個情況，聲音和角色是分開的，聽着有點出戲。別的方面也有觀眾在提，諸如此類吧。現在就是這麼一個反響，大家看了幾集，話就傳開了。具體怎麼個看法，上面說的就是一部分。有人覺得故事太舊了，演員演的也不太行，演女主角的那位年紀看着有點大了，她還在使勁演那種活潑可愛的角色，這其實不太合適。她和男主角站一塊兒，感覺不像一對。小青覺得這戲的故事太舊了，人物剛露面你就清楚他們是幹嘛的，總有心腸壞透的反派，壞人堆裡偏有個好心腸的，女主角會被打動，然後站出來護住大家。男主角身邊有個愛惹事的手下，他們的去找一樣東西，那崑崙鏡的碎片肯定就藏在男女主角碰上的那些案子裡，案子了結了，碎片也就到手了。那個男人對女人的容忍程度有點超出常理，故事裡總冒出些舊面孔，整個環境像是東拼西湊出來的。具體的情節推進裡，他幾乎沒對他發過火。女人做了些事，放在別人那兒早該吵起來了，但他就是沒反應。還有幾次，女人跟從前認識的人碰上了，場面有點怪。那些突然出現的人物，彼此之間也沒什麼關聯。你看着看着就覺得，這地方的人和事，像是從不同的地方拿過來，硬是放在了一塊兒。他們說話做事的方式也不太一樣。有的部分很細緻，有的部分又挺糙的，拼在一起不太協調。女人自己好像也感覺到這點，她遇到某個早就沒聯繫的人時，愣了一下，周圍的環境也是一會兒這樣，一會兒那樣，沒什麼統一的調子。整個故事給人的感覺就是七零八落的，談不上什麼整體。女演員的表演方式沒什麼變化，現代劇裡她也是這麼演的，男演員穿的衣服也差不多。不知道是劇組想省點事，
還是他們就這麼設計的？和之前那部《大夢歸離》裡的衣服很像，頭上戴的髮套也區別不大。逍遙這個劇也就那樣吧，他沒出什麼岔子，可也沒給人帶來什麼新鮮感。看仙俠題材看得多了的人，估計會覺得沒意思。我是不打算接着往下看了。